好，回到节目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啊，最近这个情势非常的紧张。川普在15号亲自证实，他已经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要执行秘密行动。纽约时报就报道说，川普政府现在定调的策略目标是把委内瑞拉目前的执政者马杜罗赶下台，而美方呢更是悬赏5000万美元，征求能够用毒品走私罪名来逮捕马杜罗的这个情报。好，另外呢。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当初猎杀宾拉登啊，被称为是夜行者的这个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直升机呢，也被发现在委内瑞拉北部的海岸，大约145公里处这个区域在活动。另外还有3架 B-52轰炸机呢，也离开了这个在路易斯安那的空军基地啊，部署到在委内瑞拉沿海的国际空运。哇，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触即发的这种态势哈，种种的迹象都显示，川普好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推翻马杜罗，但是为什么？因为最主要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它现在输入美国的这个芬太尼等等数量非常庞大。那因为其实你看美国跟这些中南美洲这些政治领袖翻脸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些所谓的毒品问题。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你们这些国家领袖如果没有办法好好控制住这些毒品流进美国的话，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好，那对于美国来说，你就变成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什么？因为美国毒品问题真的其实非常严重。所以比较像你看到有那么多的这些电影或者说小说，都描写了这种美国 CIA 如何跟这些当地控制的这些毒品的这些毒品大盘的那些可以算是跳 Tango 这样的过程。最有名的一部名著可能就是这个迫切的危机，对，迫切的危机嘛，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对美国来讲，如何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些东西进到美国境内，然后呢，美国等于说企图署，然后等于说可以跟这个国人宣布说，哎，我们现在能够有多具体的成效，然后减少美国这些家庭受到这些毒品的危害啊。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东西是要你美国跟这些国家关系还不错，但委内瑞拉现在就表明了要跟美国对杠的一个国家嘛。那它甚至包含在石油等等都要等于说要走出一条自己不一样的路。所以这个时候对于马杜罗来说我们看到美国的川普就把马杜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现在动用这个106特种作战航空团的这些直升机，其实就摆明说我可能透过一个先期的大规模的电子作战，把你整个国家的这个防卫体系就像对付像伊拉克那样，把你整个国家该打下了，然后呢，我透过B-52轰炸机攻击这些重要的节点，然后这种160特种作战团进到国内去把那个马杜罗抓起来，甚至抓起来之后要能够绳之以法送到美国去审判。这个时候也更加强化了这个川普这样一个形象嘛。我今天我是正义之师，我去把马杜罗抓起来，这个卖给我们美国一大堆毒品的这个家伙，我把他推翻了，而且把他抓到美国来受审。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川普在一般美国人心中的形象是不是又更增高了？是不是更有可能大家就会认为对于川普来说，4 more years 可能是更有顺理成章。那美国川普可能就，尤其明年2026要选，对，就黄袍又加深了，对不对？他又决定我继续来出来甚至要挑战美国这个宪法修正案，是不是都有可能？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要能够提升他在美国民众中的这样一个地位，甚至不惜动用到美国军队。是不是？你说他今天以美国对于这样的委内瑞拉一个主权国家来讲，他能不能做这些举动不重要，重要是他今天要能够达到他的政治效果。对，所以美国要打委内瑞拉，其实就很像老虎在打狗吧？这虽然不是说像老虎打苍蝇这么量级，就不在同一个量级上面的但是现在也看到半岛电视台呢，他们就提出一个很讽刺的观察。他们说呢，整理了从19世纪香蕉战争以来呢，美国就对中南美的国家进行过多次的军事干预，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在画面上面我们看到，1989年美国总统老布希他发动了正义之师行动入侵巴拿马，推翻了诺瑞加政权，理由跟这次的川普很像，都是为了打击毒品走私。但实际上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是为了确保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那而且我刚刚说讽刺的原因，是因为诺瑞加原先是美国 CIA 所扶植起来的独裁者，之后呢，却被老布希称为是美国人的流氓。好，所以两个问题这个老布希入侵巴拿马这个套路会不会用在这一次，还是说他会有新的招？另外，委内瑞拉对于美国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因为现在也有另外一个看法是，这次用打击毒品，可是实际上是他必须要去看好它的战略地位。
没有错，今天呢，其实我们先说会不会用这个老招重样的方式再来对付一次委内瑞拉？我会认为战略方向不会有很大的改变，改变的是一些战术的一些细部的一个作为。我们先从他刚刚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调兵遣将来看，对付委内瑞拉需要 B52吗？这个好像应该是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嘛。那你说他会使用的可能是为什么先是 CIA？ 因为 CIA 它最擅长的就是什么扶持当地政权。你说美军要大举进入，然后这个什么占领吗？也机会不大，我必须说，考量代价，考虑到太多代价，你要怎么2栖都这样一路打进去吗？不太可能啊，他反而会用的是扶持另外一个政权，然后可能把现在的总统赶下来之后，然后说了一个要这个完全禁毒、完全这一个灭毒、完全臣服美国的一个政权。反对党这个是才刚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啊，这一些就是一个他有可能会去运作的方式。所以这一套的话，你就不是陆军或者是部队可以去玩的。这一套最强的就是 CIA。所以其实他为什么现在 CIA 这一些这个组织开始去使用，是有它背后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我们这边要看一下，就是说，好，那到底它这个生产什么毒品还是怎样呢？其实它倒不是那一个芬太尼，它主要是 cocaine 这一类的比较多。芬太尼它的东西是中国运到墨西哥，是以墨西哥为主。可是我会觉得美国在做这件事情，在国际政治上面，刚刚孝瑋哥有讲这个内部要选举的因素，除了内部之外，另外一个我会想的是国际。因为从之前我们讲，在川普刚刚上来，他讲最多的就是芬太尼，就是他要打赢反毒战争嘛。对，所以对墨西哥啊，对中国啊，有很多的一些作为或很多的宣示。而且说实在，你说我为了反毒、禁毒，全世界都会双手给你鼓掌嘛。这个先不说他最后目的是什么，但至少这个名目，讲的是还蛮正确的。那如果我今天对付委内瑞拉用了这么多的一个手段，好，我未来有没有会可能把这些军事上的手段对付墨西哥？对付中国，所以他今天我会认为在国际外交上面，它是一个杀鸡儆猴的一个策略。对，它是一个因为他知道这个委内瑞拉打不赢美国嘛，所以我会把所有的家当都摆出来了。我川普为了反毒，我宁愿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那未来你墨西哥是不是自己要警惕一下？那中国其他的至少在反芬太尼也好，反毒也好，你必须要跟我美国合作。我会认为这个才是今天川普在国际上面会走的一个路线。像委内瑞拉啦、巴拿马啦，就连古巴嘛，哪一个中南美的这个国家是打得赢美国的嘛？哈，所以你会发现说，最近这个针对委内瑞拉，就像是刚刚林老师讲到说，大家想说有这么需要拿这个牛刀来杀鸡吗？啊，所以。那现在呢，也看到了媒体传出的一个消息，美联社他们10月16号报道说，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曾经提议说，那干脆我们内部先处理好哈，让马杜罗的政权让他放弃权力下台。那而且呢，是由他们的副总统叫罗德里格斯来接替这个马杜罗的剩下的任期希望能够来缓解美国对委内瑞拉最近越来越多的施压。不过白宫方面呢，最后是拒绝了。可是这个消息被美联社报道以后呢，马杜罗这边是否认，说这个美联社在乱报道说这是分裂委内瑞拉的企图，还嘲讽川普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境内展开秘密行动的说法。他说有人相信 CIA 过去60年没有在委内瑞拉展开行动吗？哇，这一记巴掌真的是狠狠的打在川普的脸上。好，但是委内瑞拉到底从经济上面来看，我刚刚想从战略地位上面来看，它是很重要的。另外，也就是打委内瑞拉给其他的中南美洲国家看。但委内瑞拉有哪些重要的天然资源在经济上面又在南美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诚如刚刚两位老师讲的第一个，事实上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 oil exporter，但是委内瑞拉是全世界最大的 oil reserver，它有最大的这个 reserve。那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当然是如果你能够控制委内瑞拉。你这个左边是 Colombia， 往下是影响到巴西，上面跟 Puerto Rico 接起来，你基本上可以控制加勒比海。但是timing 来说，就刚才两位老师讲的，川普的 timing 选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捡到枪了。就是说，基本上那个委内瑞拉的盟友就是 Russia、China、Iran，那你基本上在跟 Russia、China 谈判的时候，还有在 government shutdown 的时候，你这个基本上是很容易。在外交跟内政上都可以得到 support。那还有就是说，任何一个美国伟大的总统都需要 define 一个伟大的一个 opportunity， 战争也好，等等也好，所以基本上是下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作为。林老师怎么看就接下来这个，因为现在委内瑞拉政府马杜罗那边讲说，美联社乱报，
那所以他接下来他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这些小国，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小国来看啦，今天第一个他要跟美国要怎么样去谈判或者怎么样，我自己会认为，川普在这种议题上面的话，他也是一种升高谈判的模式，他准备好要来对付极限施压，可是极限施压，但是他要不要真的大举侵入，像当年老布希这样？我觉得川普他倒不一定会做这种事，因为对于川普来讲，他也知道。就是要打仗，最好是远距离炸一炸，无人机做一做，或是你内部的一个反叛势力，肺部敌对势力或其他政敌，这样就好了。